前段时间，清华大学的2位专家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研究中国怎么改进对印度的传播。这2位老师观察到那这段时间中印官方的关系在回暖，高层也握手了，边界巡逻共识也达成了，甚至直航也在慢慢恢复。但是呢，中国始终没能赢得印度人的好感，民调数据依然是非常难看。于是呢，这个专家们就开出了一个对症下药的妙方。说咱们得改变策略啦，不能再搞那种自上而下的官方宣讲啦，得多搞那种自下而上的民间接触，用柔性传播去拉近2国民间的关系，赢得印度人的心。哎呦喂，我看到这一句赢得印度人的心，第一反应就2字儿：离谱。这2位专家看出了咱们对外宣传存在的一些技术性老毛病，这没问题啊。但他们这个核心利益简直就是典型的外交恋爱脑。什么叫恋爱脑呢？就是2家明明刚在门前吵过架，动过手了，核心矛盾一点没解决，你却单方面的带上滤镜，觉得只要自己足够温柔，语气足够和蔼，展示的姿态足够亲切，对方就会被你感动，就会拉着你的手高唱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不是理想主义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呢，咱们可以说的更透彻一点印度人对咱们到底有没有好感，咱们根本就不需要去操那个心，因为中印关系根本就没好到需要谈感情的那一步。在安全互信降到冰点，边界悬而未决的大背景下，你单方面的跑过去搞什么民心工程，在印度人眼里那不叫友好，那叫别有用心，那叫心理战。那今天呢，咱们就聊聊中印民意隔阂的残酷真相，印度国内的复杂心理。咱们先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段时间中印关系的缓和到底意味着什么呀？那很多人一看到这个高层握手了，会谈恢复了，就会以为2国的外交关系要春暖花开了，甚至有媒体就开始渲染2国民间要重新走近了。错。中印最近的缓和本质上叫风险控制，叫理性止损。那不管是北京还是新德里这高层心里面都跟拧劲儿似的2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邻居，真要在边境彻底撕破脸，发生大规模的冲突，那个代价实在是太高了。那对于中国来说，当前的战略重心地缘博弈在大国竞争，在台海，在南海，我们根本不需要在西南边境开辟第2战场，去分散我们的战略资源。这对于印度来说莫迪政府现在面临着国内这个经济增长乏力，招商引资频频踩雷的严峻现实，它急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来给它的印度制造输血。所以呢，双方坐下来握手不是因为突然爱上对方了而是因为大家都需要腾出手来解决各自家里面极其棘手的麻烦，需要先配合着把边境的火给熄灭掉。那这种基于国家利益的冰冷计算传导到普通老百姓的感受上，中间不是隔了多少层在不少印度人眼里，中国依然是那个占领了印方土地，随时准备对印度进行降维打击的最大安全威胁。而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对印度的各种调侃也不少。那2边呢都是互相看不顺眼，这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是过去几十年里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地缘恩怨积累出来的。从1962年的边境自卫反击战，到2017年的洞朗对峙，再到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事件，这些历史印记在2国的民族记忆里都刻得太深了。这些核心矛盾一天不消失，仅靠外交场合上几次笑容可掬的握手和几份语言精雕细琢的联合声明，怎么可能在短期内扭转普通老百姓的看法呀？当2国的战略互信降到冰点的时候，你官方发出的任何信息那不管这个语气多温柔，内容多精致，包装多高端，到了对方那边全都会被当成精心策划的宣传攻势。这不是改一改传播策略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由冰冷的地缘政治现实决定的。要想搞懂为什么赢得印度人的心是个死胡同咱们就必须进入印度真实的社会和舆论生态里去看一看那很多学者呢，在谈论对印传播时总会习惯性的把印度当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但是实际上，印度的舆论场有着非常奇葩且特殊的底层逻辑。
首先，莫迪政府与人民党的执政合法性深度绑定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在过去的10几年里人民党之所以能够稳坐江山，核心就是激发印度教徒的民族自豪感与危机感。而在这种民族主义叙事里强大的外部敌人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顺理成章的就成为了印度舆论场上最完美的假想敌。那不管是印度国内的经济出了问题，失业率上升，还是莫迪的工业改革遭到了阻力，印度政客和媒体最顺手的转移话题方式就是大喊一声：看看中国，中国又在威胁咱们了。在这样的政治土壤下，任何对中国持温和、理性甚至友好态度的印度人都会被立刻扣上卖国贼的帽子。你想去传播友好，人家国内的政治环境根本就不给你土壤。那其次呢，是印度的媒体生态是一个靠煽动情绪赚流量的商业斗兽场。你去看看印度的电视辩论，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新闻节目根本就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为了比谁的嗓门大，比谁更能骂。7、8个嘉宾同时开麦对着镜头咆哮主持人带头打压不同声音。新闻标题永远是中国又在搞阴谋，印度给中国狠狠的一记重拳。在这样一种依靠制造对立和恐惧来赚流量的媒体环境里，任何关于中印友好、经济合作的理性声音，瞬间就会被民粹狂热的噪声所淹没。你发一篇关于中印文化交流的文章，根本就没人看，但政客骂一句中国，立马就能上头条。还有更重要的是印度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对中国的复合型心理，既自卑又自大，既羡慕又嫉妒。印度人看着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腾飞，心里面是非常酸楚的。因为在80年代初，中印两国的 GDP 和人均收入其实是处于同一水平线的。40年过去了，中国的 GDP 变成了印度的5倍多，这种巨大的落差造就了印度极为敏感的大国自尊心。他们极度渴望得到中国的尊重，但又极度害怕中国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他们。在这样一种复杂而敏感的社会心理面前咱们单方面跑过去讲中国能带你们一起飞，在印度人听来不仅是听不出善意，反而会听出一种傲慢与施舍。这种心理屏障不打破你做再多的柔性公关，也只是在流沙上建塔，一推就倒。那当然了，清华的2位学者也确实点出了一大痛点咱们目前的对外宣传方式在面对像印度这样复杂的国家时，确实存在严重的自说自话问题。这2位专家指出，我们常常把通知对方当成了和对方交流，这个话简直说到点子上了。什么叫通知就是我自己有一套宏大的理念，有一堆辉煌的成就，我觉得太棒了，所以呢，我就单方面的翻译成英文发给你看，你负责听就行了。这就叫单向输出。而什么叫真正的交流这交流的前提呢，是你得承认对方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焦虑，你得用对方听得懂、感兴趣的话题去跟他对话。在这一点上，咱们的宣传到了印度简直就是精准踩空。印度这个国家极其的多元和复杂，印度的英语精英阶层天天看的是西方媒体脑子里面全是地缘政治。而印度地方语言的普通老百姓关注的是生计是找工作，是农产品价格，是水灾旱灾，是明天的饭碗。而咱们发过去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大多呢都是那种宏大概念的阐述，或者是滴水不漏的官方政策说明。这些东西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它跟印度普通人的日常焦虑完全搭不上边你在天上讲着宏大蓝图人家在地上为明天的饭碗发愁。这种传播除了自我感动，能产生半点共鸣吗？而且呢，咱们习惯了通稿走天下的自上而下模式，投放到印度那种极度怀疑喜欢吵架的环境里，就像是一滴水掉进了滚烫的油锅，除了引发剧烈反弹和警惕之外，根本就穿透不进去。你越是打磨到完美无瑕，人家反而觉得你在搞政治包装，不敢面对分歧，不敢回应质疑，只是一味的展示美好，在敌意环境里只能起到反效果。那讲到这儿呢，咱们能得出一个最核心的结论了。在边境问题未决、战争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想靠改进传播策略去赢得印度民心，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不切实际的幻想。大国外交最怕的就是恋爱脑，
最怕一厢情愿的以为只要我足够的温柔，对方就会被我感动。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做呢？中印两国的民间舆论关系正确的解法是什么呢？答案其实只有8个字儿：放下执念，直面现实。咱们根本不需要去讨好他们。第一，把目标降级，从赢得好感变成防止极端的妖魔化。那想让所有的邻居都爱上你，那是外交幻想症。最现实的目标不是让印度人喜欢我们，而是通过持续低调的沟通，防止印度的极端民意把中国彻底妖魔化，防止民意裹挟政策导致两国走向不可逆的军事冲突。只要能守住不彻底崩盘这个底线，宣传就算是圆满及格了。不要去背那个虚无缥缈的好感度包袱。还有第二不需要虚幻的好感，只需要清醒的认知。好感这个东西吧，政治风向一变就散了，但是认知散不了哪怕印度人在安全问题上对咱们的意见再大印度想要搞印度制造，根本就离不开中国的供应链。你可以不喜欢我，但你离不开我呀。你可以戒备我，但你知道跟我摊牌，你自己会先饿肚子。用利益绑定带来的清醒，远比虚无缥缈的好感靠谱100倍。地缘政治历史告诉我们，基于利益相互依存的冷酷和平，往往比基于情感的所谓友好要稳定得多。中印都是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都有14亿人口，谁也不可能被谁轻易的改变。两国的关系呢，注定要在未来几十年里呈现出时好时坏、摩擦不断的常态。清华2位学者的文章指出了咱们对外传播手段僵化、缺乏深度的痛点，这在技术层面是有可取之处的，但他们忽略了最根本的底色。没有基本的政治互信，自下而上的民心相通就是空中楼阁，改变不了自说自话的语境，再精明的技巧也是无用功。想赢得民心，首先就得学会放下赢得民心的执念。大国外交不需要一厢情愿的温情脉脉，需要的是直面分歧的勇气和冷峻务实的智慧。只要咱们保持稳定强大，把产业链的不可替代性建得稳稳的，时间就永远在咱们这一边。各位，你们觉得咱们到底需不需要在意印度老百姓对咱们的看法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